BMW X3 xDrive 20D 2016，没有错，又是一辆柴油车。我本身是一个柴油车爱好者。我们看这款式的 X3 呢，它在同样排量的柴油版跟汽油版之间的对比之下，你会发现到柴油版的2.0的呢，它无论是在油耗啊、加速表现都是胜过汽油版的。因此，在欧洲市场，这个 model 的 X3 呢，柴油版是好卖过汽油版很多的。因为柴油本身它所蕴含的能量呢大过汽油，所以普遍上柴油车都有比较好的扭力输出跟比较好的油耗表现。所以你会发现到市面上有许多的重型运输车辆啊，像罗里啊、巴士啊，都是用柴油发动而不是汽油发动的。今天我提出一个假设，如果这些重型运输工具都用汽油而不是柴油的话呢，今天你买到的卡地亚面包将不会是2.8块一条，将会是可能3.8块一条。因此政府会津贴柴油很够力，因为政府很怕柴油起价，因为柴油起价，百物就会跟住涨价。我要感谢今天这辆车车主 Vincent 借我这辆车做 review。Vincent 呢，他也是我上几集影片的5系列柴油那辆车的车主啦。他跟我一样都是柴油爱好者。他是一位保险规划师。如果你对保险有任何的需求啊，或者有任何的疑问，你都可以咨询他。这辆车的 headlight 头灯并不是 LED 的，而是 Bi-Xenon 的。这头灯照样具备自动高低灯的控制，然后它 fog light 的位置有点奇怪，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跟 headlight 有一点接近。我觉得 BMW 这样子做，可能是因为他怕 headlights 放太低的话，你在越野的时候，那些烂泥会盖住这个 fog light， 所以要把 fog light 做高一点。我猜想可能是这样子啊。如果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的话，你可以在 comment 区告诉我们。我们从车身的侧面不难发现，这辆车蛮长的，它的轴距超过2800mm， 这样子的轴距呢是超过 C segment 的 SUV 的。当然啦，因为这辆是一个 D segment 的 SUV， 也就是超越 CS5 这种 C segment 的 SUV 一个等级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车顶这边有 roof rail， 然后这辆车有天窗，蛮好的。然后呢，轮圈部分，这辆车用的是18寸的轮圈。然后在刹车系统方面呢，它前后都是通风碟。一般的车只有前面是通风碟，后面是 solid disc 嘛。这辆 X3 前后都是通风碟。然后刹车系统方面一样有 BMW 自家的刹车能量回收系统。这个刹车能量回收系统呢，它就可以回收你日常驾驶过程当中，你刹车啊，或者是你放开油门让车子滑行的时候，那些轮子所创造出多余的能量，它吸收这些能量，然后回充你的 starter battery， 你的引擎就不需要时常花费额外的动力来回充 starter battery。像一般的车，它只有一种方式嘛，就是那个 starter battery 是靠 alternator 来供电的 ，alternator 又是靠 engine 的转动来供电的。所以简而言之，有这个刹车能量回收系统啊，就可以减轻引擎的负担，你的车就更省油哦。来到车尾这里呢，你就会发现到它车尾跟车头相比起来，感觉上比较大，感觉上这辆车好像很大辆这样。看它的后面，然后这辆车的尾门呢是有 kick sensor 的，它是电动尾门啊，你可以用手按，然后你也可以用脚踢哦。我用脚踢试看一下。然后尾箱空间方面，这辆车尾箱空间有550里的。然后在它搬东西上尾箱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尾箱末端的门槛非常的低，然后有一个不锈钢的防刮材质这样子啊，所以你搬大样的东西进去是蛮方便的。然后这辆车因为它用的是 Run Flat 轮胎嘛，因此它没有备胎。它的尾箱的下面呢是它的 starter battery。来到第二排座位这里呢，前面我已经调到我自己的驾驶位置，我是175cm， 后面坐多一个175cm 的我的空间剩下2个拳头有2根手指的距离，中等啊，不会说很好。然后椅子是有点直那个椅子，然后对于我
大腿的支撑这里也是有一点少，它的后座这个椅子有点短。然后这边一样是有冷气吹，下面还有一个点烟头转接器，有天窗咯。然后呢，这边就有 reading light， 然后是那种不会刺眼的 reading light 啦。像中间这里有什么呢？中间这里就有杯垫哦，按一下就会开。OK， 中间这个隆起来的地方，典型的德国车，典型的欧洲车咯。中间这个隆起来的地方是蛮高的，加上这辆车是 all-wheel drive 的，有全时4轮驱动系统，所以这个可以原谅它啦。然后音响系统方面，这辆车是有9个 speaker， 是属于 Hi-Fi Sound System， 都的输出达到205瓦。一进来前座这里呢，可以发现到其实它的内装不是说很豪华，但是它是走简洁实用的路线啊。方向盘的厚度够厚，我喜欢，因为我手大。然后有 pedal shift 咯，我记得好像还没有 facelift 前的 X3 柴油是没有 pedal shift 的，但是这辆有 pedal shift， 不错。然后仪表盘的设计跟 520D 一样简洁，所有你需要知道的资讯啊，它都在这边哦，没有那些多余的东西。然后中间这里调冷气的后方这里是一个黑色的，像透明玻璃这样 glossy 这样子的 plastic。排挡杆呢是我喜欢的电子排挡杆哦 ，BMW 的8速自拍这辆车 ，ZF 的牙箱。然后驾驶模式你可以选择 Sport 啊、Eco Pro 啊。然后中控台方面呢，它用的是8.8寸的 iDrive Infotainment System， 这个系统算是业界顶尖之一啊，非常容易使用。虽然它不可以 touchscreen， 但是呢，它中间的旋钮啊，已经非常的方便控制啊。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根据你的手感，你平时操作这辆车的肌肉记忆呢，可以盲操作啊。你看都不用看，你都大概知道啊，你现在是在哪一个 setting， 就很像马自达的 MZD Connect 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啊，让驾驶员可以专注开车。而不是被 touchscreen 分心，因为 touchscreen 的东西它无法给你一个实体的物理反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操作东西的时候啊，有实体按钮的话哦，你可能眼角瞄一下你就大概知道啊，开冷气大风、冷气小风，或者是调那个驾驶模式啊，所以这个是实体按钮美妙的地方啦。然后储物空间方面，中间这里就没有什么储物空间 ，glove box 也是还好罢了。但是这辆车的门板的储物空间就很大，你看啊，我可以放得下1.5 liter 的水，在它的门板那里的储物空间。这辆车有一个很贴心的东西，就是它的副驾座门把前面这里有一个锁门按键。所以当 driver 下车打包东西的时候，副驾座就可以按这边的按钮锁上车门咯。引擎方面，这辆车搭载的是一台 2.0 涡轮增压柴油引擎，最大马力是188 HP， 在4000转的时候爆发，最大扭力为400 Nm， 在1750转爆发。在这样子的动力数据推算之下呢，这个引擎在2000转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爆发出122 HP 的马力。而同样排量的汽油版的引擎啊，在2000转的时候，只可以爆发出76 HP 的马力。你可以把这个马力想象成是一个工作量，就是在1分钟的时间，这柴油引擎转2000下，可以达成122 HP 的工作量。那个汽油引擎在1分钟转2000下，一样转2000下，那汽油版的引擎只可以做到76 HP 的工作量。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老板啊，你会请哪个工人呢？是柴油还是汽油啊？如果是我，肯定是请这个柴油的，比较有效率嘛。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柴油车呢，通常比较省油，而且扭力比较大，起步比较快。而压箱方面呢，这辆车搭载的是一台8AT 的变速箱，来自德国压箱大厂 ZF 出品的。这个压箱是非常的百搭，很多性能车也是用着这一套压箱。
算是很有口碑的一副牙箱啦。等下我们试驾的时候就可以感觉一下它的表现。刹车容易控制，很容易让这辆车停下来，然后又不会说你一踩它就爆冲这样子，很线性，然后又很容易让车停下来，非常好。难怪这些德国车的 brake P 都会比较贵啦。它这样子的刹车表现啊，如果 brake P 还便宜的话，那么就有一点违反天理啊。一分钱一分货啊，这种东西。Oh my god！ 这辆车 corner 啊，刚才我 test drive 从 owner 的地方出来，然后去拍东西，然后到现在 test drive 哦，我都有一个错觉嘞，我会怀疑这辆车到底是 SUV 嘛？它 corner 的时候没有什么 body roll 的，真的是啊，宝马做东西真的是令人佩服啊！可以把一辆 SUV 做到很像 hatchback 这样。就是一辆比较高的 hatchback 车这样咯，它给你的感觉。哦，那操控性是那么的好，你可以随心所欲，要这样子开就这样子开。我觉得操控性好的车啊，最能够体现在什么驾驶情况呢？就是在你走一个烂路的时候，前面有一个洞，操控性好的车哦，你很容易很轻松可以闪掉那个洞了。如果操控性不好的车，你闪那个洞哦，就花费很多心力啊！哇，又要这样闪，又要这样闪。操控性好的车，因为容易控制嘛，闪那个洞很容易咯。Good handling 咯，我对 handling 好的车定义是这样子啊。这个宝马非常好，然后这个宝马的 xDrive 啊，也就是宝马字典里的 All-Wheel Drive 系统。是其中一个业界最先进的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它这个是 full time 的全时四轮驱动系统，不像 part time 的啦。full time 的意思就是它在 normal 的驾驶环境当中呢，它40% 的动力会去到前轮，60% 动力会去到后轮。不管你高不高兴，它都是4个轮子都有拿到动力的。然后在极端的情况下呢，它甚至可以把180%的动力传去后轮，或者是180%动力传去前轮。这个东西很了不起耶，因为像奥迪的 Quattro Ultra 系统呢，它在极端的环境，它只可以传80% 的动力去后轮罢了。然后这辆可以100% 完全去后轮，变成一辆后轮驱动车。这个非常的令人震撼 ，impressive。看啊，在马来西亚就是有这种不应该发生的问题。这个交通圈，这个交通灯坏了多久，你知道吗？这种，一切先进国所具备的特质，马来西亚都没有。老实跟你讲，我还会感觉愤怒，代表我对这个国家抱有一丝希望。如果我看了，不要屌他啦，是这样的啦，那么我对这个国家就已经绝望了。是啊，不要讲这种影响到我试驾的心情。然后这个 BMW xDrive 还有一个黑科技咯，类似像 Torque Vectoring 这样子，在你 corner 的时候，前面有一个 corner 啊，你看啊，如果我转左，转向不足，它就会放慢我内侧2轮子。它 corner 真稳了。来看我向右转，如果我转向过度 corner 进弯的速度太快呢，它就会放慢我外侧2轮子。其实 Torque Vectoring 是很聪明的，你转向不足跟转向过度它都有办法帮你修正。还有这个全时4轮驱动系统，你就很有信心咯。
就算是在湿滑的路面啊，在柏油路啊，在砂石路啊，你都可以获得最大的抓地力。Impressive， 每一次我驾 BMW 都有被它 impress 到，我还蛮期待有哪辆 BMW 我驾了是不会 impress 的，可能是前轮驱动的 X1， maybe 我没有驾过，很完美一下这辆车，动力输出又强 ，corner 又稳，抓地力又好。讲到动力强呢，这种扭力比较大的柴油车，它的优势就是啊，它可以让你不知不觉啊，就开得很快啊。因为它的 RPM 在很低的时候啊，就可以爆发出比汽油还要强大的动力嘛，所以你很少需要啊踩到 RPM 高的，你 RPM 低转啊，它就快啊。这个东西很难形容，你驾过扭力大的柴油车，我讲的是这种现代的家用车的柴油引擎啦，不是 pickup 啊 ，pickup 的 engine 很粗糙的，跟罗里一样的，它里面的内部机件啊又重，然后它转的时候又慢，整个体验不好了。我讲的是这种像 BMW 用的这种家用车的柴油引擎啊，像马自达的 Skyactiv D 啊这样子的家用车。用的现代 modern 柴油引擎啊，你就知道了。像上次啊，我载我的同事，我们一起去 KL training 那个 BT50嘛，整辆车载满人哦。然后在 highway 走的时候啊，我的同事就跟我讲：“哇，你这辆车很静嘞，没有什么听到 engine 的声音哦，就已经跑很快了，那个车速就已经很快了。看到没有？扭力大车就是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东西。”我的车是那个 CS5 2.2D 啦，柴油的啦，所以你那些扭力不强的车你就需要把转速拉高，你就听到那个 engine 啊在挣扎，这样子啊，你才可以提高那个车速。这样子有什么意思呢？虽然我知道出发点是不同，如果你是讲那种赛车、那些跑车就不要讲，那种是特地要拉高转的嘛。如果我们平时在日常驾驶当中啊，你要载家人，你要载朋友，你要有一个很好的驾驶体验呢，你就需要一辆扭力比较大的车。因为如果你知道马力的公式啊，你就会发现到马力这个东西它是由扭力乘以 RPM 达成的一个数目字来的。如果你想要提高马力，你可以走类似像高转速的路线，很像 Superbike 啊、F1 的跑车啊，都是高转速的路线哦。扭力小，但是 RPM 高，这样子你可以拿到很强大的动力。然后像如果你要舒适，你不想听到然后你要拿到很大的动力的话，那么你就要提高扭力。这个就是我的中心思想。为什么我这样喜欢扭力大车？因为我不想那个 engine 这样子哦才快，我要它不知不觉快，这样才高级嘛，你这辆车才 premium 嘛。所以你看像下一个时代啊，电动车是免不了的一个无可避免的潮流啦，因为电动车的扭力是很大的，而且它是直接 supply。像我们这个柴油车，你还要等可能1700转才爆发出最大的扭力。电动车不用了，电动车你 RPM 1，它就已经给你180%的扭力了。比如讲像那 Nissan Leaf 啊，它扭力350嘛，你 RPM 1就350了，所以你的那个加速啊是快到真的是又快又安静啊，就是电动车。
这你可以看到 Rolls-Royce 啊，它最近发表了一个声明啦，它下一 batch 新世代的 Rolls-Royce 的车呢，将会全面电动化，因为这样才高级嘛。你要快到不知不觉车内的乘客没有听到 engine 的声音就跑很快，这种才叫高级，不是那种你以为你下10磅的 track 咩？平常驾车在马路上你耳朵可以顶几久？我问你。所以有时候我驾惯了我的那个 CS5 2.2D 啊，有一次我驾2.5 Turbo 的 CS5， 我驾一段路吧，我就有点顶不顺了，我的耳朵有一点要抗议这样啦，因为我感觉那个汽油引擎的声浪很高音啊，我听了，哎呦，不打鼾啊！那是载顾客的车去打油啊，哦，我还是喜欢这种低沉的声音。OK 啦，讲回来，这辆车我试驾到来了，可以讲都是优点，没有什么缺点。然后这种现代的柴油引擎呢，它都把那个噪音控制到很好，你在车里面没有什么听到的。我不跟你讲它是柴油的，你都不懂它是柴油的。然后你不可以拿罗里跟 Pickup 的柴油引擎跟它相提并论，因为像这种现代的家用柴油车引擎啊，它内部基件很多都是用轻量化的 Aluminium alloy 那个合金做的，所以它引擎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呢，它的重量比较小，变成它的后坐力也比较小，那个噪音就不会那么大。像罗里啊、Pickup 啊，他们的柴油引擎的内部基件是很重的嘛，所以你想一个很重的东西在运转的过程当中所散发出来的噪音肯定是更大的，就很像啊，一个肥仔跑步，一个肥仔重嘛，他跑步那个脚步声一定是会大过那个瘦的嘛，因为瘦的比较轻嘛，就类似这样的原理。然后那些皮卡跟罗里的柴油引擎呢，反应也比较慢，你踩油还慢半拍，就整个不是很好的驾驶体验啦。因为他们那种皮卡像皮卡罗里的柴油引擎，它的排放标准是 Euro 3、Euro 4的，而我们现代的家用柴油车引擎呢，它的排放都是 Euro 5、Euro 6，所以比较不同啦。所以总结来讲，真的是没有什么缺点啦。如果你不介意听到比较粗的引擎音浪的话，这辆车是肯定可以买，对你来讲。我前面都想买啊。有一点我很欣慰的就是我发现到 KL 人对柴油车的接受程度蛮高的，新加坡人也是对柴油车的接受程度蛮高的，就是酒后人这样子哦，所以不用紧啦，我可以讲的我就讲，我发现到柴油车真的是很好，所以可以讲的我就讲，可以感化多少个人就感化多少个人，没有强求啦。所以今天影片大致上是这样子。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为这个影片点一个赞，还有要追踪一下我的 Instagram account。我有时候我会放一些生活的东西在那边好像我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可能我剪片的时候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会放在那边。所以呢，我们下次见。